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27岁赵露思在封神，这次让整个娱乐圈沉默。赵露思今年27岁，这个数字在娱乐圈不算年轻。许我耀眼播到第7天，云和数据停在 41.3%， 没有庆功宴的通稿，没有粉丝的控评，收视率自己会说话。业内突然安静下来，他们记得上次这样的场面，还是3年前的冬天。现在他带着新作品回来，用最传统的方式，一集一集把观众留在屏幕前。数据不会骗人，但数据也不会告诉你那些沉默背后藏着什么。制作方在重新调整档期，平台方开始修改评级标准，同期项目默默推迟发布会，这些反应比任何通稿都真实。不对，应该说诚实。观众用遥控器投票，结果就摆在那里。20多岁的女演员，能扛起收视的没几个，她算一个。这部剧的导演之前拍广告片出身，镜头语言带着某种固执，每个特写都要拍到演员眨眼3次。这种偏执反而成就了表演。赵露思在镜头里走路的样子，让我想起老式打字机的节奏，稳定而密集。娱乐圈的规则其实很简单，当你足够耀眼，周围自然会暗下来。他带着满身伤痕和争议回来了，谁都没料到那部剧能成。合约纠纷闹得沸沸扬扬时，他没开直播哭诉，也没写小作文卖惨，他就那么演了，然后全网都安静了。现在谁在说他糊了，简直像个笑话。从前那个甜妹专业户，亲手撕掉了标签，新角色是个离婚后逆袭的职场女王，演得让人忘了她以前只会演傻白甜。这是挺有意思的，在娱乐圈，用作品说话比用嘴说话管用。虽然这话听起来老套，但老套的东西之所以能流传，往往是因为它确实在理。他那个角色写得并不完美，有些桥段还是老套路，可他的表演让套路有了血肉。离婚那场戏，他没掉一滴眼泪，就坐在那儿，眼神从迷茫到坚定，用了10秒。10秒的戏，比10页台词更有力。现在想想，所谓转型成功，大概就是这么回事。不是突然变了个人，是让观众相信你本来就是这个人。他做到了，用最笨的办法演了好几个月的戏，然后所有质疑都消失了。这比发什么声明都管用。娱乐圈有时候挺简单的，简单到只要你把戏演好，其他声音自然会小下去。虽然不总是这样，但这次确实是这样。许妍这个名字最近总被提起，她不是那种需要被保护的女性形象。法庭上的陈述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，董事会里的决策往往终结讨论。赵露思在诠释这个角色时有了明显变化，早期的灵动感被某种更坚硬的东西取代了。现在她的眼神会切割空气，这种转变不太容易说清楚，就像钝器突然开了刃。许妍这个角色不需要通过感情线来证明自己，她的存在本身就有说服力。赵露思似乎找到了表演的另一个维度，从甜美到冷峻的过渡完成的相当自然，没有刻意营造强势的感觉，但你就是知道这个人不好惹。这种角色在当下的影视圈其实不多见，大多数女性角色还在围着男人打转。许妍直接走进了权力中心，用专业能力说话。赵露思的表演给了这个角色应有的厚度，不能说这是她最好的表演，但确实是最让人意外的。演员和角色互相成就的情况不常发生，这次好像碰上了。这把刀藏了8年才出鞘。赵露思那边传来解约的消息，公司开始切割关系，
粉丝群里议论纷纷。陈伟霆上一部戏被说油腻，番位问题也闹得不太体面。3岁的年龄差摆在台面上，他们走进片场的时候，整个剧组都屏住了呼吸。他们说姐弟恋题材没市场，平台给的推广资源少得可怜。业内预测这部剧能破2万热度就该庆祝。开播第3天，热度冲到3万2，第4天直接登顶。这打脸速度比天气预报还快，不对，应该说比外卖送达还准时。那些唱衰的人现在都不说话了，观众用点击量投票，数据从来不会骗人。这部剧的导演之前拍过2部都市剧，他习惯在凌晨3点看剪辑素材。这次选角的时候，他坚持要用新人。现在看这个决定很正确。市场永远在变，去年的爆款公式今年可能就失效。预测收视率这件事本身就不靠谱，就像你永远猜不到下一颗巧克力是什么味道。这部剧的成功让人想起10年前的某部现象级作品，当时也没人看好，结果成了经典。现在视频网站首页全是这部剧的推荐，虽然位置不太显眼，但观众自己会找。社交平台上每天都有新话题，演员的旧作被翻出来讨论，服装搭配上了热搜，甚至台词都成了网络流行语。这波热度估计还能持续一阵子，平台方应该正在调整后续排期，毕竟数据摆在那里，商业决策永远跟着流量走。这个案例又给行业上了一课，不要轻易下结论。观众的口味比想象中复杂，好作品自己会说话。朋友圈有人凌晨3点发截图，配文说本想当乐子人看戏，结果熬到深夜还在嗑。那对离婚的明星在节目里对视，镜头扫过的瞬间空气突然停滞，没有常见的狗血剧情，也没有刻意制造的误会。2个成年人站在那儿互相看着，那种克制比热烈更让人心动。所谓结狗恋的模板就该这样，离婚不是终点，倒成了某种双向奔赴的起点。观众原本准备看热闹，最后反而认真起来。这种反转比设计好的情节更有力，真实永远比虚构更出乎意料。不对，应该说更贴近人性。成年人的感情向来复杂，简单归类总会漏掉什么。那晚很多观众都失眠了，包括发朋友圈那位。凌晨3点的手机亮光映在脸上，这种着迷来得突然，但仔细想又很合理。赵露思在离婚协议签字那场戏里手抖得厉害，她的眼神却始终没有回避。这种肢体与眼神的反差比任何台词都有力量，观众能清晰感受到角色在崩溃边缘维持的体面。现在很多演员误解了强势的含义，以为提高音量瞪大眼睛就是强大。赵露思的表演给出了另一种答案，用收敛诠释张力，用沉默传递情绪。这场戏最后确实让很多人看哭了，不对，应该说看破防了。那种克制比宣泄更难演绎，演员需要先理解疼痛的质地，才能如此精准地呈现它的轮廓。最近几年荧幕上充斥着太多格式化表演，赵露思这种反套路处理反而显得珍贵，就像突然在糖水片里尝到岩茶的余韵。他签字时钢笔在纸上停顿的瞬间，比20句台词更能说明婚姻的终结。这段表演应该被收录进表演系教材，作为如何用微观动作传递宏观情感的范例。背叛后的痛从不喧哗，他只是沉默地摘下戒指，轻轻放在桌面，那声轻响比任何哭泣都清晰。心碎的同时人也彻底清醒。最讽刺的永远在后面，当初那些断言他只会演傻白甜的人，现在正对着屏幕改口。他们说露思演技炸了，这个评价来得有点迟。
传闻中的陈芊芊是个小成本网剧，她自己去试镜，被拒绝3次。第3次试镜结束后，她在走廊里站了10分钟才离开。星汉灿烂的程少商，公司内部评估报告并不乐观。他坚持要演，拍摄期间摔伤膝盖，第2天打着绷带出现在片场。绷带是肉色的，远看不太明显，近看能看见边缘已经没得起毛。这些事当时没人提起，现在成了演技突飞猛进的注脚。演员要靠作品立身，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没人当回事。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剧本写得特别实在，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，完全不是那种飘在天上的偶像剧。许岩开律所的过程，每个环节都符合真实的法律程序，创业的艰难，法律的严谨，都摆在台面上。法庭戏找真律师把关，这事挺少见。有个细节我记得清楚，演员念民法典第1062条时，半个字都没改。观众说这句能当普法教材用，陈伟霆靠这部戏打了个翻身仗。现在所谓的爽剧太多塑料感，人物动不动就开金手指，现实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法律条文念错半个字，整个案子可能就翻车。剧组请的律师顾问每天盯台词本，演员背法条背到凌晨，这种较真才称得起高级感。爽剧不是不能爽，但要爽的不假，就像吃手工拉面，嚼起来确实费劲，但比泡面实在多了。陈伟霆前几年接的戏总差口气，这次演律师反而对上路子。法庭上那段陈述词，他练了不下200遍。现在观众眼睛毒，演员有没有下功夫，看手指敲桌子的节奏都分辨得出来。法律系最怕变成过家家，原告被告拿着剧本念台词，真正的庭审哪有这么整齐？法官会突然打断，证人可能说方言，律师翻材料翻得满头汗，这些毛边才是真的。要说遗憾也有，某些情节还是太理想化，现实中的官司往往更憋屈，但至少他们在关键处守住了。法条就是法条，不该为戏剧性让步。现在太多行业剧拍成恋爱剧，医生不看病，律师不打官司，全都忙着谈恋爱。这部剧算是个例外，他把专业当回事，观众自然把他当回事。他演的不是那种传统霸总，这个角色温柔的有点反常，会蹲下来给许妍系鞋带。站姐们那几天快门按得特别勤，出片率往上涨了3倍。有人说这是男友视角的巅峰，不对，应该说是重新定义了男友视角。他在戏里说的我等你但不逼你，现在成了好多人的社交签名。上次在咖啡馆听见2个女生讨论这段，一个说要是现实里有这样的该多好，另一个笑了说都在剧里找呗。系鞋带那个镜头拍了8遍，导演觉得第3次已经可以了，他坚持要再试几种不同的蹲姿，最后选的角度确实特别，不像演戏，像真在照顾人。许妍后来采访提到这个细节，说当时鞋带其实是松的，但看他那么认真就由着他了。现在想来那种自然感反而对了，观众就吃这套。温柔尊重这些词被说烂了，真能演得让人信服不容易。他揣摩角色时观察过儿科医生，看他们怎么和小孩说话，那种蹲下来平视的姿势，比什么霸道宣言都管用。剧组有人开玩笑说这男主太不像霸总了，他回了一句现在流行反着来，果然被他说中了。社交媒体上那段系鞋带的动图转得到处都是，有个剪辑把这段和传统霸总摔杯子拼在一起，对比特别鲜明，点赞量2天破了50万。这种反差可能正是现在需要的。
毕竟现实里没那么多总裁，多的是系鞋带的机会。陈伟霆的粉丝在催他快点官宣新剧。赵露思这次演许妍很不一样，她不是在演这个角色，她就是许妍本人。合约问题、舆论压力、事业低谷这些事，她都经历过。演员和角色之间有时候会有种奇怪的共鸣，说不清是角色选择了演员，还是演员找到了角色。赵露思把许妍演活了，那些挣扎和痛苦，不像是演出来的，更像是从她身体里长出来的。不对，应该说是她让许妍从剧本里走了出来。现在看剧的人分不清哪是赵露思，哪是许妍。这种表演挺少见的，需要演员完全放下自己，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。赵露思做到了，她让许妍有了真实的呼吸。她在发布会现场说出"清者自清"4个字时，台下传来压抑的抽泣声。这句话悬在半空，没指向任何具体对象。关于合约的纷争，关于团队的传闻，都被刻意留在话语之外。他突然谈起那部刚杀青的电视剧，说这是送给27岁自己的礼物。礼物这个词用得真有意思，不对，应该说是沉重，就像看见有人把整个职业生涯压在赌桌上。台下那些泛红的眼眶突然变得合理起来，圈里人都明白这种表态意味着什么。当演员开始用作品给自己献祭，通常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境地。他说话时右手无意识摩挲着左手腕表，这个细节比所有官方声明都真实。27、8岁确实是女演员最微妙的年纪，既失去了新人期的容错空间，又没攒够转型的资本。用一部戏当生日礼物，听起来浪漫，实则悲壮，就像把全部筹码推给命运发牌员。发布会背景板是剧组的深蓝色海报，衬得她白色西装格外醒目。这种色彩反差倒像是某种隐喻。清者自清从来不是声明，是战书。当礼物这个词从她齿间滑出，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凝滞了3秒。记者们低头猛记，摄像师调整焦距，所有人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普通宣传通告。他在进行某种公开的自我救赎，用作品当赌注的救赎。这个行业最残酷的规则突然浮现，要么靠这部剧翻身，要么被他埋葬，没有中间选项。台下某位女记者掏出纸巾按了按眼角，也许是想起了自己同样艰难的27、8岁。职业女性的共情点总是来得猝不及防。发布会流程表被捏出褶皱，主办方显然没预料到会发展成情感宣泄现场。他说完最后那句"谢谢大家"，转身时高跟鞋在木质舞台上发出嘟嘟声响，每声都像倒计时。现在全看那部戏能不能接住这份沉甸甸的礼物了。许妍站在雨里说话那段确实厉害，伞都没拿，水从脸上往下淌，不知道是雨水还是眼泪。她说以为嫁给爱情就够了，停了一下。这种表演方式现在很少见了，不用任何道具辅助，全靠演员自己撑住。记得某个老导演说过，最好的表演就是让观众忘记在看表演。许妍这个状态接近了。不过说回来，嫁给爱情这个说法本身就很有意思，现在人都不太提了，可能觉得太理想化，或者太奢侈。语戏总是容易出彩，但也很考验演员，要控制面部肌肉，要稳住声音，还要让情绪自然流露。这段独白的台词写得也巧，就一句话，剩下的都在停顿里。不对，应该说都在雨里。现在的剧很少这么处理了，恨不得把每个心理活动都解说清楚。这段戏好在留白，让观众自己去想，想到什么就是什么。可能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，有人看到遗憾，有人看到成长，
还有人看到别的，具体是什么就不说了。这段表演值得多看几遍，每次看可能都有新发现。赵露思说完那句话，制作团队没人接话，棚里静的能听见空调压缩机启动的声音。现在我知道，我的先成为自己的光。他说这话时没看提词器，监视器里他的眼球表面有高光点闪烁，不是泪光，是某种更坚硬的东西，那种状态演不出来。你的过几年通告排满的日子，凌晨3点收工，6点化妆，在房车里看着太阳升起，然后某天突然发现，取悦所有人不如先让自己幸福。制作团队记录下这个瞬间，他们向来擅长捕捉这种 raw moment， 不补光，不喊卡，就让摄像机一直转。有时候最好的镜头出现在台本之外，棚里有人轻轻吸了下鼻子。这姑娘去年还在古装剧里吊着威亚转圈，今年就学会把台词嚼碎了咽下去再吐出来。不对，应该说把经历熬成台词。演员这行当有意思，有些人演10年还是演自己，有些人一部戏就长出新骨骼。监视器回放那段时，导演把保温杯搁在了控制台上，杯底碰着台面，发出闷响。团队里最年轻的场记在本子上划拉了几笔，后来他告诉我，当时写的是真从泥里爬出来的人眼里才有这种光，那种光不太稳定，会随着呼吸轻微明灭，像接触不良的旧台灯，但始终亮着。制作团队收拾器材时已经深夜，他们总是最后离开的那批人，习惯了在各种凌晨的摄影棚里看演员们卸下角色回归本人。但今晚不太一样，有个瞬间超越了表演。收工前，执行制片人看了眼素材库，标记为 ZL-SCM4 的片段长度3分17秒，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那句台本之外的话。剧组把摄像机架在外滩江边的时候，路人都以为在拍电影。黄浦江的游船拖着光带划过夜空，对岸陆家嘴的霓虹灯牌亮得晃眼。这些镜头最后会出现在一部电视剧里。导演盯着监视器说：“观众不傻。”这句话成了整个项目的底线。他们放弃了绿幕。深圳科技园那些玻璃幕墙的写字楼，在黄昏时分泛着真实的金色。剧组每天等到下班高峰，捕捉白领们从大楼里涌出来的瞬间。不对，应该说是流动。摄影组用了拍电影的那套家伙，航拍器在400米高空悬停，等一朵云飘到合适的位置。某个长达3分半钟的镜头里，镜头从科技园的天台一直跟到地下车库，灯光师在沿途布置了17个光区，每个画面截下来都能当壁纸用。制片人算过账，实拍比重超过90%。这个数字在现在的行业里显得有点古老。他们租用了和电影剧组同规格的斯坦尼康，就为了拍主角走过一条200米的街道。也不能这么说，那可能不只是条街道。剧组在后期机房待了4个月，调色师对着上海夜景的素材发愁。他说这些灯光太真实了，真实的不像电视剧。某个周二的凌晨3点，导演看完粗剪版后发了条消息给制片人，消息就4个字：值得一试。国产都市剧的审美被这部剧重新定义了。赵露思在剧中的穿搭引发模仿热潮，那件驼色大衣上线就售罄，耳环、手表、钢笔的品牌都被扒了出来。这次带货靠的不是演员本人的颜值，而是角色本身散发的魅力。观众对剧中造型的追捧超出预期，服饰配件成为讨论焦点。这种现象在近年来的影视作品中很少见。造型设计确实提升了整体质感，每个细节都经过精心搭配，从大衣到配饰形成完整风格。这种关注度证明角色塑造的成功，观众带入的是剧中人物的生活。
而不是单纯追逐明星同款。审美提升带来良性循环，制作团队在服化道上的用心获得回报，市场反馈说明观众认可这种改变，或许这会成为行业的新标准。许妍的职业装扮有种不动声色的压迫感，那种走路带风的气场不是演出来的。很多观众在社交平台提到这个角色时都会停顿片刻，他们发现自己渴望成为这样的人。这件事最反常的在于播出前的舆论场，常规的营销套路在这里消失了，没有提前安排好的热搜，也没有模式化的吹捧。不对，应该说连最基本的前期造势都看不到，现在还能靠纯粹的口碑逆袭，这本身就像个都市传说。观众自发形成的讨论区里，每天都能看到新的观剧笔记，有人细致分析他的西装剪裁，更多人则在琢磨他处理文件时的手指动作。这种缓慢积累的认同感，比任何精心设计的宣传都来得持久。制作方似乎早就明白，有些角色需要时间沉淀，他们省下的营销经费，最后都变成了更扎实的剧本研讨会。演员在片场经常要求重拍走路镜头，就为了找到那种恰到好处的谐根声响。现在回看这些细节，反而成了最有效的宣传材料。豆瓣那个数字停在 8.1 好几天了，知乎热榜首位也被它占着。微博上每天都能看见不同角度的讨论，官方还没怎么发力，观众已经主动当起宣传队。有人说这剧终于对上了他们的胃口。赵露思最近2年过得不太顺，合约的事情转得有鼻子有眼，身体也出过状况，演技更是被反复拿出来检验。现在这局面算是用作品说话了，墙头塌了又塌，可他没塌，他用一部剧把所有质疑都踩在了脚下。有人说他赌对了剧本，不对，应该说是他一次次试戏，一次次争取，才换来这个角色。那会儿他总在片场待到最晚，收工后还对着镜子练台词。有次道具师傅忘了收椅子，他就坐在那堆器材中间继续背。哪有那么多赌？这个圈子里最不缺的就是运气，缺的是把运气变成实力的本事。法庭戏拍了17遍，导演喊停的时候，他要求再来一次。这种偏执最终成就了整部剧。事后很多人说这像某种复仇，但复仇对象从来不是具体的人，更像是对平庸本身的宣战。剧组有人记得他当时的状态，反复重拍时手指一直敲着被告席栏杆，那种节奏让人想起老式打字机。不对，应该说是缝纫机更准确，把每个台词都缝进角色的皮肤里。现在看那些被反复打磨的片段，确实成了全剧最亮的几个点。这种成功带着点黑色幽默，当初最折磨人的部分，反而成了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部分。可能所有极致的东西，都要经过这种自我较劲的过程。他们说那姑娘只会演甜妹，她转头接了部离婚戏，关于演技的质疑更是不绝于耳。后来她用一场戏让所有人闭上了嘴，那段表演让不少人在屏幕前红了眼眶。这大概是对偏见最有力的回击。流量时代的评判总是来得轻巧，一个标签就能定义整个职业生涯。他没选择争辩，用作品说话比任何回应都来得直接。那场被反复讨论的哭戏其实没什么技巧，就是真实，真实到让你想起某个相似的夜晚，真实到让你忘记这是在演戏。现在再没人提什么甜妹不甜妹的了，泡沫终究会破，能留下的从来都是真东西。有人说我过气了，那就让所有人重新记住，这个圈子永远不缺新闻。今天谁分手，明天谁恋爱，但能让所有声音停下来的，
只有实打实的东西。观众其实很单纯，他们不在乎你上过多少热搜，他们只在乎你拿出什么。我记得有次在片场等戏，隔壁组的女主角因为番位问题闹得全网皆知。那天收工后，导演盯着监视器看了很久。他说：“你看，真正的好表演会让整个剧组忘记吃饭，不对，应该说忘记看手机。现在太多人把力气用错地方。数据可以买，通稿可以发，但屏幕亮起的那3分钟骗不了人。去年有部剧开机时没人看好，主演都是生面孔，题材也算冷门，平台给的推广资源少得可怜。结果第1集播出后，我的朋友圈被同一段哭戏刷屏。那个演员现在片约排到后年，观众永远在等惊喜。他们嘴上说着内娱要完，手指却诚实地点开每一部新剧，这种矛盾很动人，像在废墟里找玫瑰。制作方应该懂这个道理，可惜他们更相信算法。我把新戏的剧本反复磨了半年，推掉3个综艺邀约。经纪人说我傻，热度不蹭就凉了。但有些东西比热度重要，比如对得起打开电视的那个人，他们值得更好的。上次参加颁奖礼，有个老戏骨坐在我旁边，他指着台下那些光鲜亮丽的年轻人说：“看谁能熬过3个周期。影视行业每5年洗次牌，靠流量上桌的，最后都提前离开了。”这句话我记到现在。新戏播出那天我没发微博，躲在家里看弹幕。当某个镜头引发满屏卧槽时，我知道成了。这种满足感比拿奖实在。观众从来不会辜负认真做事的人，他们或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现在每天收到很多本子，我依然挑最苦的那个拍。团队说我自讨苦吃，可能吧，但站在镜头前的那一刻，所有辛苦都值了。这个行业最讽刺的是，当你不再计较红不红，反而真正红了。许我要演成了。赵露思站在镜头前，没开口说半个字，光追着她走。有人翻出她早年的古装片段对比，那时还需要靠配音撑场面，现在她念台词时嘴角的颤动都带着戏。剧组放出的花絮里有段即兴表演，导演喊卡之后，现场静了2秒，某个灯光师鼓了下掌。这种时刻比通稿有说服力。电视圈每年都有1、2部意外之作，他们不按宣传周期走，却在某个周末突然占据所有讨论区。观众现在很挑剔，他们能一眼看出谁在真哭，谁在滴眼药水。赵露思在巷战那场戏里跑了10几个来回，不对，是17个。监视器后面的副导演数着呢，这种数字本来不会流传出来，但场记在社交媒体发了段黑白侧拍，配文就3个字：值得了。制作方最初想用更年轻的演员，他们觉得25岁演30岁的挣扎太勉强。现在回看选角会议记录挺有意思，纸上谈兵永远算不准化学反应。有个细节，他杀青那天把剧本送给了道具组最年轻的实习生，扉页上写着日期和天气，像在记流水账。这种随手而为的事比通稿真诚。业内总爱讨论什么是演员的黄金期，看完成片我觉得黄金期可能不是年龄，是某个瞬间突然接通了所有经验与感受。收视率破3那晚剧组在吃火锅，没人提数据，都在抢最后一片肥牛。真实的工作现场往往这样，重要的时刻反而最平常。现在说巅峰还太早，但确实有座桥被他跨过去了。27岁在女演员这个行当里算不得什么，经验攒下了，劲头还在，眼睛里开始有东西。摔过跟头的人知道怎么站直，挨过欺负的懂得怎么还手。
真正厉害的角色从来不嚷嚷自己有多厉害，他们往那一站，你就全明白了。赵露思这个名字出现在公众视野里，就这么存在着。他让周围的声音安静下来。关于他是否达到顶流位置的讨论，始终没有停过。数据摆在那边，有人仔细计算过他的微博转评赞，那些数字会说话，虽然说的不太响亮。去年那部古装剧算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，收视率爬升的速度比预想的要快些，不对，应该说比业内普遍预期的要快。品牌代言这块，他拿下的几个都是中高端，美妆和饮品，覆盖了年轻人日常消费的2个主要场景。有个做市场分析的朋友和我提过，他的粉丝粘性在同类艺人里算突出的。商业价值这东西，光看代言数量不够，得看续约率。他手上3个代言已经续了第2次，这比新增代言更能说明问题。社交媒体上的讨论量有时会突然暴涨，通常是因为某个造型或者剧集片段，那种爆发式的关注来得快去得也快。真正的顶流应该能维持一个稳定的热度基准线，他好像还在寻找那个平衡点。作品积累方面，他已经有了几部担纲主演的剧集，收视和口碑都在及格线以上，但距离所谓的爆款似乎总是差那么一点。这点差距可能就是顶流与非顶流之间最直观的分界线。观众缘是个很玄妙的东西，它确实庸。